你没锁门？我叫了酒店服务，开门在等。他们是服务员。我也想。你怎么还能搞错了？我刚不是忙着呢吗？来，来。什么我知道什么嘛，我让你放屁的。哎，小艾米，郭老二呢？别提了，年纪大了熬不了夜，屋里呢。妹妹，姐姐懂你。不是，我那两兄弟平时挺强的，可能是感冒了、受凉了才这样的啊，体谅一下。来，辛苦了啊！辛苦。不容易啊。结巴，总要面对现实的生活。是啊，最开心的事情是嫁给啥？你不就是富婆吗？你们先聊，我接个电话啊。过明儿我们干啥呀？直升机。哎，直升机我都坐腻了，明天高总，你玩的挺开心啊，一天不接电话。我这临时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两件事，江大凯已经撤出了亚洲智能科技大会。他撤了？什么情况啊？我通知了各路媒体，他现在已经完蛋了。谭小涵也转为了污点证人，这点我挺意外的。检察院已经立案了，认为我们提供的证据确凿充分。江大凯会因为侵犯知识产权罪被判3到5年有期徒刑。谭小涵算是嫌犯，应该判2到3年吧。这孩子真够傻的。你们那边怎么这么吵啊？我现在在智能科技大会的现场，这就是我要说的第2件事。我们代表来参加科技大会了，现在正在评选最后2个奖项。最佳开创奖被百惠的无人机团队拿走了，现在马上是最后一个最佳开拓奖，这也是大家最看重的、最有未来价值的奖项。我们的智能交通入围了，你稍等一下，马上揭晓。你真应该来现场。其实我现在真的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啊。可是我在乎啊，这是我们的项目，是关乎所有人未来的项目，你好好听听。最佳开拓奖，12星辰科技公司宏宇工程师设计的智能交通。童宇，听见了吗？是你获奖了。你等会儿啊，我去找个信号好的地方。组委会知道你没到现场，要求和你视频电话连线。说完了，我先挂了。你这太突然了吧？你赶紧回去换身衣服吧。啊？就这样自然点，比什么都好。哎呀，放假。加油加油！童宇先生您好，恭喜您的智能交通项目获得了本次亚洲智能科技大会的最佳开拓奖。那现在我们通过视频，请没有到达现场的童宇先生发表领奖致辞。加油！首先，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获奖。大家应该都很知道，这个项目一波三折，所以今天我没有到达现场。我也没有准备什么获奖感言啊，就很突然。那我就很真实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感受了。曾经我有在想过，什么才是对这个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之前一直认为是改变，是革新，是不断的发展。但是现在我的想法变了。我认为对于世界最重要的意义，
是人，是你，是我，是他，是我们身边的人。我觉得我很幸福啊！喂，别闹！我遇到了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当然了，我也是他最爱的男人。Yes。除了他之外啊，还有我最爱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这是我的弟妹兄弟媳妇儿，还有2个好兄弟，他们俩因为身体不好在房间呢。哇，好多人啊！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我才一直有动力、有勇气，想要去做出努力，想要去做出一些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未来的一些事情。科技是为人服务的，而人一生的追求，其实是我们所爱的人。我真心的希望，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珍惜所爱，珍惜我们身边的人。最后，我希望科技可以拥伴我们，爱可以拥伴我们，努力前行的动力可以拥伴你我的生活。既然我们是先生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那么后边的故事就由女士们来讲给你们吧。我的郭先生浴火重生，从此遇事不怂，诸事挥之脑后，除了一件事，走了回头路。郭老师，你能重回学校，我很高兴。主任，这是我的初心啊。同学们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不要遗憾，郭先生讲历史并没有停更，因为本是中文系毕业的我，正式接下了郭先生的大名，成为专职作家，开始了全职写作的工作，效果还不错。听说我的爸妈米大姐和艾大哥已经彻底入坑，成为了我们的铁杆粉丝。唉，但是他们依旧难搞，所以今晚我们准备去搞定他们。写到哪儿了？哎呀，别催稿了行吗？我还没问问你呢，郭先生，今晚你准备好了吗？老艾和老米这次来，绝对不是那么好摆平的。哼，放心吧，山东人眼里就没有酒这个字儿。哎呦，哎呀，到我们了。我们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其实有点像童话，而且这个童话似乎还沾染了李杰森这个傻瓜先生的特色。傻人有傻福的，带上了点运气。着急着呢。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可别太认真了。这社保摇号怎么可能轮到咱呢？我看啊，还是我老老实实的工作，攒钱把房子给买了。不行，我得再查一遍。怎么样啊？摇上了。别闹了。真摇上了？啊！太好了，太好了！首付呢？啊？兄弟们，我从来没……我一直觉得李杰森这人带着点狗屎运，我算是一坨，但是最大的一坨就是他有3个好兄弟。工资不高，但是你有存钱的好习惯啊。夏小飞你就更不用说了，你都复婚了，你都嫁入豪门了，你能不管我吗？你们仨，就我这么一个好兄弟，你们能见死不救吗？40万哥们儿我就能一步到位了。啊！就这样，我们在上海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让我们2个漂泊的人实现了小康之家。这话
绝不是客套话。走。话不多说是我的习惯，但是最后了，那我就多说两句。你们是不是有点同情我？我这样一个女人，摊上这么一个好男人，我们的故事确实不搭。庆幸的是，最后他还是搭上了，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而我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兜兜转转，一点一点，变成最终的浪漫。他一天上2种课，忙得压根儿不可能再有泡妞的时间，这样我就彻底放心了。而我安静地等待着家里的新成员。老公，今天学习和工作怎么样？那必须是精神肉体双丰收啊！啊，分手？哪儿分手？爸，你听错了，双丰收，丰收。哎，吓死我！你说过去的人呢，一过就是一辈子；说现在人呢，动不动说离婚就离婚。哎呀，你们要珍惜呀！知道啦。踢我了？你好，到我了，很开心，你们一直陪伴着我。我觉得我们的故事其实也是你们的故事，因为这是一个命中注定的故事。我们命中注定的相遇，命中注定的纠缠，命中注定的一起去走那人生旅程。你觉得命中注定很难？不，其实一点都不难，因为最合适你的那个人，想着你念着你的那个人，今生属于你的那个人，也许还在原地等待，也许正向你走来，但无论如何，他一定不远。为什么我这么确定？因为上天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就一定会让他们遇见，对吗？我祝你比我们幸福，而我们命中注定继续奋斗。我们的智能交通项目受到了政府部门的肯定，已经确定联合交通部共同展开项目，共建一个智能化的未来中国。而我们却在下午还有一场更加艰难的会议。第一次见2位啊，我也是刚接手这个班不久。不过接触这几个月下来呢，金刚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学习成绩也不错，只是太调皮了。你们作为家长呢，平时要多引导，多教育教育。不过开个玩笑，这孩子的性格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呀？啊，我们家呀，好的都像爸爸，坏的都像我。可是您看上去知书达理的，不像是很皮的样子啊。那就让他爸带坏的。金刚，你看你考的怎么能考个100分呢？啊，这随他爸。金刚，这是你的妈妈吗？可真漂亮。我跟你们说过了，我的妈妈出差了，现在她要回来了。妈妈，我们回家吧。回家要先写作业，写完作业我带你去玩场迪士尼，怎么样？好，走。从那天起，我就是金刚的妈妈。现在啊，到了我们的故事。我们4位走过了30而立，走向40不惑的先生们，终于走上了各自想走的路。但是，我们兄弟4人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却没有忘记，那就是属于我们的婚礼。
曾经，我们止步不前，随后，我们又忘记回看。如今，我们终于看清了方向，走向最初的那个自己。这，就是先生们的故事，也是一首献给新中国、新时代所有人的长诗。我们和你们一样，肩负着生活、事业、金钱的重重压力，不由自主地变得成熟、稳重，成为别人口中的大叔，不再像当年的自己。曾经的青春和梦想的激情被一点点剥夺走，打心眼里不想长大的我们，似乎无能为力。然而，人生却永远在自己手上。只要你不忘初心，保持梦想，拥抱生活，珍惜所爱，你就永远是那个最好的自己。我们会为了梦想不老，为爱而长大。先生们，请立正，继续向前走。谁干的？到底谁干的？你们四个都不想毕业了是吧？啊！我再问最后一遍，到底谁先动的手？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和财大是友好学校吗？友好学校，我看不出哪儿友好了。他们赢得起输起，连续3年了，老帅，都对我们下手。你看兄弟们都受伤了。我觉得今天不管打架还是球赛，都打出了咱们国立的风采。往小了说，打出了国立大学的荣誉；往大了说，打出了国立大学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气念。说得好，同宇，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毕业考试5门主课、3门辅课，有1科达不到 A， 你都休想拿到学位证。是。还有，你不是体力好吗？啊！10圈，好！看什么看？向谁能看齐啊？你们3个再跟他混，以后就跟他一样了。喂，不是说好一起扛的吗？双英雄啊！啊！哎，你看那边教室里女生是不是都看着我们呢？哎，你们这是跑步的吗？这么慢？那比比啊！要比啊！来！
闹什么呀？学位证都没了，还好呢。说咱们4个人在一起真好。至于那学位证，你好好考虑好你自己。8门 A 有那么难吗？哎，我觉着8门 A 毕业倒真是不难，但是将来可能会很难。但问题话又说回来了，将来的事儿谁知道呢？是不是？哎呀，未来啊，有可能真的就跟书里写的那样了。为了生活，为了工作，朋友们都逐渐分开了。为了现实，咱们都开始变得忙碌，到最后全都忘了自己的梦想，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但是我们不会，我们会留在这个城市里边，即使吃不好、睡不好、住不好，兜里没钱、找不到工作，没钱交女朋友，但是我们一定会跟随着这个时代一起进步，而且，咱们哥4个会一直在一起。好，那咱们可说好了啊，一起当沪漂，要苦一起苦，要累一起累。咱们这样，咱们一块儿创业，一块儿买车，一块儿买房，咱们要做把股票做上市，去上交所敲钟。来吧，一起承受岁月之苦，也一起承受我们的生命之光。一起恋爱，一起结婚，一起步入婚礼的殿堂，一起入洞房。说好了，咱们4个做不到，谁说谎谁孙子。Cheers。怎样？换上泪水，我照单全收，怎样努力？奋斗。先生们，请立正。人生又怎样？嘲笑赞美都扔到一旁，怎样立正？出发。青春转瞬即过，我们没有食言，依旧在彼此身边。此时的我们，年过而立，历尽沧桑，洗尽铅华，波澜不惊。虽然已不是当年的热血少年，如今的我们，却成为了我们期待的那个自己。今天我们完成诺言，一起步入婚礼的殿堂，成为所有人的焦点。我们知道你不信任，但是我们确实做到了。没有人是孙子。好，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新郎登场，去迎接美丽的新娘。没错，我们说过要一起走入婚礼的殿堂，却没有说过新郎非得是我们。今天的新郎是我的小学同学，而我们，哦不，是他们3个大龄剩男陪我不远万里来当伴郎的真正目的是。真好。
Mexico。我很喜欢吃墨西哥菜。那你很能吃辣吗？我很能吃辣的。你是不是也很能吃辣呀？那是当然的。怪不得你的身材这么火辣。嘿，你在看书吗？是啊，比起这种喧闹，我更喜欢阅读。你看这一段啊，写得非常的有意思。被你深深地吸引住了的我，无暇顾及于此，便在你的带领下，静静地走向你的深处。为什么不去跳舞呢？你是在跟谁对着话吗？我不太喜欢跳舞啊。我根据你不喜欢我，这晚都在躲避我的眼神。我有吗？有啊。那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谁先对比谁的眼神，谁就把这个喝掉。来吧。好吧，我输了。哎，这个是男人该干的事儿。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我不需要那么在意。男人，今晚我等你。晚上好，你好漂亮。静浩。大家晚上好，我们美国塔萨集团相聚在此，是因为我们集团高层的一个海外年会。今天也是我们的庆功会。没错，在今年呢，我们整个集团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2亿美金，非常非常的难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当然也是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跟 ACE 集团的一个合作。打开了我们的亚太区市场。这位功臣是谁呢？我们的销售部总监许多女士。Lisa， 你在哪里？我以为你迟到了。那么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遗憾的消息要跟大家公布。Lisa 因为她个人的一个职业规划，很遗憾，她要离开我们了。来 ，Lisa， 来，跟大家说几句。我真的很希望你告诉我，这是一个玩笑，这件事情还有转折。来，谢谢，谢谢亲爱的泰米亚。我想不到什么医美的词能跟大家好好说再见。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因为离别是必然的，所以我们才会更加珍惜相聚。无论我在哪里，无论在哪个角落，只要我们心灵相通，
我们还是爱着彼此的，对吗？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这份礼物是我在离别送给大家的祝福，祝大家享受今晚，共享此时，谢谢。你们三个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人啊？哼，我祝你们幸福。我当然不是一个人了。对呀，哎，我谈恋爱干嘛告诉你啊？对呀。一会儿就来找我了。对。哎呀，好了，这么晚了，我不跟你八卦了啊。You let me wait for so long. Will you ever let me go? You don't understand your temptress beauty is fooling us all with despair. Blown away, blown away, we're safe. Ugh! 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的床上怎么会有个身高1.7米、体重大概50公斤、3围标准的女人？这个女人虽然披头散发有点吓人，不过仔细看，还挺漂亮。居然有一个变态潜入了我的房间，爬上了我的床。他身高1.83米，体重70公斤，脸庞白皙，典型的斯文败类。我觉得我必须批了他。伟大，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你是谁啊？来，开门。不是你谁？为什么来我的房间啊？是你来了我的房间，是你下了我的床，你难道我？这是我房间，我刷卡进来的。你为什么来我房间？还想占我便宜？我告诉你，我会功夫的啊！我可以让你武功全废，你信不信？神经病！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我跟你讲，我真的会打人的。咱们俩什么都没发生，你想碰我的词儿是不是？你进了我的房间，上了我的床，你说我碰你词儿吗？我进你房间，你给我看清楚了，就我的房卡。你这是红树林吗？你是希尔顿2020？多什么东西呢？你这个
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大流氓！对不起，你干嘛？我跟你解释一下，是我走错房间，不是，我刷错房卡了，我扔错房卡了。你这干嘛呢？我告诉你离我远点儿！你别动啊！你干嘛？喂，有个流氓私闯我的房间，还语无伦次，可能是个神经病。你别想跑！不是你干嘛呀？你占了我的便宜，不许跑！有什么事儿咱们出来说，在你房间不合适。你不要走！松开我！还没离我进我的房间，赶紧快点起来！快去快去快去！兄弟们，快来救我！1楼大堂汇合。什么情况这么着急？女人？不会吧？你勾搭的曼莲娜不会是大哥的女人吧？不是，我走错房间了。啊！我跟你解释不清，快跑！站住！别跑！快呀！注意！你不对不对，你们过来！红呢？没追过来啊！打电话啊！打电话，被保安抓走了啊！行，赶紧回去找，啊！你挺能跑呀，我看你往哪跑。小姐，对不起，我叫您一声大姐。咱们这事能过去了吗？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洋妞，她给了我一张房卡，让我去她的房间里面。但是后来，我想要把她的房卡扔了，我扔错了，扔了我的房卡。咱们俩的套房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我进了房间，完全没有发现这不是我的房间。鬼才相信你！你拿了别的酒店的卡，怎么进的我的房间？这一点你要问问酒店，肯定是他们的中央系统，还有他们的读码器出现了问题啊。你是惯犯。说吧，你想怎么样？看你这样，也不像缺钱的人，而且可能我这手机和钱包是不是落你房间，还是刚才跑丢了，我也不知道啊。你说什么？咱能不能私了？可以，1000。原来你真是一个碰瓷儿的。 2000。对吧？2000。除了现在以外，我可以以任何的方式支付这个钱，可以吗？哎，小姐，不好意思啊，我跟我前男友的私事就不麻烦你。小姐，你说什么？他是你前男友？我们俩前几天呢闹了点误会，但我没想到呢，他那儿有我一张房卡，想给我个惊喜。 撤，拿着，不是还能少你的？你这种人啊，真是说不准。什么叫我这种？你是哪种人啊？你个碰瓷女人！哎，我看这女的这气质也不像是碰瓷的。按理来说，住这么好的酒店，不可能混得差吧？女的，
走啦！我跟你说，高档小区才好下手。咱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别提这事儿？这女的翻篇了，行吗？行，不聊。我现在就想马上回上海。被逼自责，让自己的脑放空不说。小伙子，东西慢慢地吃啊，不急的。你还别说，在我的车上吃方便面，我是第一个。哎，小伙子，侬不是上海本地人吧？我是黑龙江人。大学毕业了以后就留在上海了。沪漂更不容易喽。上海这边生活条件高。前面出车祸了，哎，没事吧你？对不起啊。各位久等。欢迎大家来到智动科技2020年新品发布会的现场。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拥有家庭服务机器人的总设计师、智动科技的首席技术官童宇先生，给我们带来万众期待的小白。有请童宇先生。他怎么还没来？哎，等一下！哎，你好，我是这场发布会的总工程师，我是童宇。我现在马上迟到了，让我进去好吗？不好意思，请出示邀请二维码确认。走。哦，请进。各位，让你们久等了。刚刚大家的等待持续了5分钟。5分钟啊！每一个人好像已经无法再等待下去了。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人类从爬行进化到直立行走，等待了几百万年；从简单的生活到可以使用工具，等待了几十万年。所以，你们刚才等待的这5分钟其实并不漫长，因为即将呈现在你们眼前的，将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的未来。谢谢。小白，久等了。没关系，我会一直等着你。谁让你买了我？不等你，我也没别的事做。这就是我们的小白，他以这样亲和、幽默、人性化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知道大家一定想问我一个问题啊，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对不起，我认为“功能”二字对它是一种侮辱。小白，我想问你一下，杰伦最近出了什么新歌啊？哦，不，他都已经很久不发歌了。现在我只听抖音神曲。小白，我跟你说句实话呀，你现在帮我马上发一封 email 跟公司说我想辞职，我是认真的。我觉得你不是想辞职，只是想加薪，但老板不太吃这一套，建议更换方式。我们的小白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序指令机器人，而是一个真正可以读懂人类思维的智能伙伴。它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脑科学，还有最先进的处理器和传感芯片，它可以做到真正的去理解你。我相信小白在未来，他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好助手、好管家，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甚至在未来，他也将是我们不离不弃的好朋友。小白啊，你说说我刚才说的话对吗？那要看你够不够朋友啦。我当然是你的好朋友了，但是我也相信你一定会成为大家的好朋友。让我们和小白一起享受科技，改变未来。师傅，我这里先下车了啊。班长，你现在通知全体学生，把国立大学的云课堂打开，密码是1921。同学们，早上好啊！今天啊，老师略有失误，所以我们这堂课改为远程线上授课。今天我们云课堂的密码是1921。同学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把密码设为这个数字呢？中共一的。没错，这就是中共第一次会议的时间，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年份。同学们，看见我身后了吗？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中共第一次会议的原址纪念馆。它现在正在装修呢。啊，同学们，我带你们在旁边转一转，给你们讲一讲这次特殊的会议，好不好？好。好看吗？好看。那要不要搬把椅子，坐在这儿好好看啊？请上菜。好的，马上就好了。英语姐，12号周那个小孩今天过生日，他爸把蛋糕给落出租车上，现在哭着闹着要吃蛋糕。我看那俩评审有点不耐烦了，但人家过生日，咱不能赶人走啊。那怎么办？生日蛋糕，那就送一份提拉米苏吧。提拉米苏卖完了，那现在去卖也来不及啊。我来搞定他。喂，你拿刀干嘛呀？你疯了？小朋友，怎么了？是不是想吃生日蛋糕啊？那叔叔给你做一个好不好？你们不是没有吗？我们没有普通的生日蛋糕，但我们有特殊的生日蛋糕啊，专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想不想要？独一无二的水果生日蛋糕，许个愿吧。生日快乐！
谢谢，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没事，我们应该做了。每个人生日都想吃生日蛋糕啊，何况是小朋友。哎，这小子有点厉害。好，这个，什么情况啊？补换的吗？我走之前他们在这儿，我回来之后他们还在这儿。欢迎光临。你好。哎 ，Hello， 丽姐，不好意思啊，有点事儿，那个让杰瑞先陪您。你先忙。OK。你先忙。这么客气啊。你们呐，能不能用点心啊？我们去那边了，像这个啊，都这种。就这个是吧？这种小的吗？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请问那个包还有其他颜色吗？哦，那就只有一只了，没有别的颜色。这是咱们品牌的mini，你这样，你帮他们看一下别的店有没有别的颜色。还有你们这个经典款，它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一边开一边关？对，然后它就。Hello， 丽姐。哎，小飞，好久不见。哎呀，有段日子没见了。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是？你说这个 mini 款怎么样？我觉得我蛮喜欢的。你想听我的建议？我一向最相信你的眼光。OK，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一支新款的，还有好东西，试一下。好啊，来，这一款还是比较适合你。为什么？包的气质跟人气质贴切呀，成功女性的形象浑然天成。我们不仅仅是个销售者，我还是个寻找者。这么多包包，这么多产品，要帮助他们找到他们适合的主人。这包来的时候，我在想，哇，这款包谁会成为它的主人呢？但是当您进店的一瞬间，绝对是巴黎的春天。是吗？那给我包起来。这边请，来。就这个。我想看一下这款包。来，给我。是你看的那款吗？丽姐，让那个杰瑞帮你去处理一下，然后我去招呼。啊，好的，那你先忙。OK。多少钱啊？嘿 ，Hello， 怎么样？有决定吗？我知道这个。有眼光啊！请问这个能打折吗？啊，奢侈品这东西呢，其实跟你们的爱情一样，都不折不扣的，对吗？行，那就这个了，我去下单。 OK，来，那我帮您包起来。谢谢。来，这边请。那我先走了啊。OK， 拜拜，拜拜。拜拜。哎，店长，你刚太厉害了。其实你不了解，像丽姐呢，她有社会地位，有经济能力，买个包对她来说最关键的不是价格，最关键的是在过程当中，她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定制感。而刚才那小情侣呢，刚刚接触奢侈品的，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加一些感动，他们就会成为我们将来最稳定、最牢固的客户。我还是那句话，莫欺少年穷，我要的那是未来。哎呀，真是！哎，头儿，那个刚点的外卖过来10块点。哎呀，上了！哎呦，不是大哥们工作了一天，你们不累吗？还有谁让你们过来的啊？怎么回事？小白，他们仨是怎么进来的？自行密码打开门锁。面部识别成功。老大，我回来了，我明天见啊。我说你们仨吃完了赶紧撤吧，我这啊辛苦一天了，别看了，哎。哎呀，别打了！有人说，30岁以前的成功多半是靠积累、运气与命运；30岁之后突破瓶颈再提升，是靠勇气走出而立之年创造的舒适圈，打破自我、自信、自私、自以为是的我们，
奔向人生的再创造。而我们4个呀，虽然已过而立，在各自的行业小有成就，但是我们和从前相比，却什么也没变，依然乐在其中。我们所住的智能化公寓叫未来城，它的智能系统是由我设计的，我在这里安了家，而郭崇贷款在小区买了一套房子，杰森和小飞一起租住在这里。整个小区实施了全智能化管理和应用人脸识别系统，保障小区安全和出屋取货。小区的智能厨房助手是2台6轴机械手臂系统，一台是我设计的大师级咖啡机，另外一台则是下厨的好助手。而智能环境监控系统保证恒温恒湿、PM 2.5过滤以及业主体温健康监护。这就是我们4个单身汉共同的家。夏小飞，起床了。我去，几点了？你才叫我，要迟到了。哎呀！吃什么呀？三明治。又三明治，还切边呢？时间了。有的你吃就不懂，还挑三拣四。别练了，赶紧吃吧。快点啊！姐姐那里面多加个蛋。微信收款金10元。哎呦，今天童总工没迟到。那不是今天比较幸运吗？没保安拦我。江总，咱们开始吧。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跟您讨论我的新项目了。再等等，我们的新任 COO 马上就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现任 COO 许总。我给你介绍一下在座的各位，这位是副董事长许先生，你好；董事郑玉女士，这位是公司首席技术官童宇先生。想不到童宇先生这么年轻就已经当上了首席技术官，真是一个专业的人才。许小姐，你也是让我意料之外啊。二位认识？不认识。不过昨天在路演现场，我看到了童宇先生5分钟充满深意的演讲，将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的未来。这位是公司研发部总监，B 组总工程师李工。你好 ，I'm leader。我感觉我们智动科技的颜值上了个层次啊！多关照啊！我会尽快的融入这个集体，为这个公司做出贡献。Lisa 曾就职于美国智能科技的龙头企业 TISA 集团，最近轰动业界的 ACE 与 TISA 的合作案例，就是 Lisa 一手操作的。既然大家是自己人了，有一些话呢，我必须要说几句。我是技术与市场的对接人，说白了就是一个得罪人的角色。我给大家定一个小目标吧。
今年的年终奖金每个人增加30%，如果我做不到，明年这个时候给我开欢送会。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履历漂亮，这话说得更漂亮啊！像您这种优秀的人才，其实回国之后会有很多选择，但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公司呢？因为你，因为你们这些优秀的工程师，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发现智动科技已经陷入了一种危机，也是因为你。我看过公司的财报。确实非常紧张。现在智动科技所有的研发资金70%都在童先生管辖的自动驾驶项目上，在1年时间内，你没有任何的收入，而且短期之内我也看不到回报，这就是智动科技的危机。张总，您看看，您找过来的 COO， 这第一天就来 diss 我研发2年的项目，说我的项目是公司的危机。哎。有分歧、有争议是好事啊。那项目的事咱随后再讨论。江总，我还有一件小事儿，新的电子版公司管理手册已经发放到公司管理群里了。公司第1考勤制度沿用早9晚6的工作时间，6点前不许早退，第2天也不得无理由请假迟到，而周6日加班的员工可享受优先调休、年假等福利。因为公司人员情况不同，分为有玩族和自由族2派。自由族执行第1考勤制度，而有玩族可以自由选择第2考勤制度，可便于接孩子放学。这很人性化。总之 ，Lisa 是想为大家打造一个便捷、舒适、专注的工作环境。Lisa， 江总，我来报道了。你的习惯我还没忘，英式红茶。谢谢老师哥，以后还要请你多多关照了。你的工作条件我都看过了，没啥问题，就是办公室那一条都不能少。还是老样子，寸土不让。好吧。这女人来智动科技没那么简单。这这间办公室真好啊，可以一整天都晒足阳光。有什么事儿吗？童总工跟我很生疏啊。咱们熟吗？咱们不熟吗？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我正常找工作呀，我只是不知道你也在这儿。冤家路窄了。也许是命中注定呢。怎么着？你是不是喜欢我呀？都追到我们公司来了。干什么呀？你不是说我喜欢你吗？可是我压根儿就不喜欢你这款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只想告诉你，现在是我在运营这家公司，从管理层面上说，命中注定我要管着你。你威胁我？不是威胁，是恐吓。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在三亚做了什么。那我也跟所有人讲讲，你是怎么在三亚恐吓我、勒索我、抱着我。
还有，你的身材还挺不错的。你去告呀！我身材不错，我巴不得全世界人都知道呢。唉，你这个女人还真挺拼的呀。2件事：第一，我要自动驾驶项目所有的资料；给不了。第二，我天生缺钙，需要晒足阳光。这间办公室以后是我的了。我看你不只缺钙，脑子也有问题。你知不知道我来智动科技第1天，这个办公室就是我的，你抢不走。搬不搬走不是你说了算，江总已经答应了。哎呦，在这儿交接呢。童工程师，感谢你为新高层做的贡献。江总，也感谢你谦让女性的绅士行为。咱们徐总呢，身体一直不太好，有些缺钙。北边那间空着的办公室呢，本来是留给管理层高层的，但是阳光不足，我就一直发愁怎么安置徐总。可是，所以你无私的做法让我很感动。谢谢童工程师谦让女性的绅士行为，回头记得把保险箱密码给我。小瓜，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还挺不错的。我昨天听说，你没有在教室上课，而是跑到外面上课去了。你昨天临时的教学虽然有趣，但是这恐怕很难反映在成绩上。是啊，这确实是我的疏忽。你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有时候呢要多考虑一些。对，我下次一定注意。小瓜，你毕业留校当老师有10年了吧？有了，这时间过得还真挺快的。最近有个事情，是关于你的，想试试吗？好事坏事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说，是坏事。来了，欢迎！恭喜恭喜！恭喜郭老师，不对，是恭喜郭副教授。对，而且呢，还是国立大学最帅的副教授。别！哎呀，要不是崔思佳老师说，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么大的好事呢。就是。恭喜你，郭老师。千万别这么说。孙主任跟我说，我的副教授申请确实是通过了，但是副教授的考核评定还得通过之后的公开课呢，这8字还没一撇呢，谈不上东西。哎呀，这个郭老师怎么还这么的谦虚谨慎，对吧？我这是实事求是嘛。孙主任还说了，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我这也许是件坏事啊。这以后肩上的担子更沉了，任重道远，这对于我也是挑战啊。对别人来说是挑战，对我们郭老师来说，没问题。对呀。哎，我们准备了蛋糕呢，给大家。快，郭老师你挑一挑，你们先别动啊。好。你最喜欢哪一块？你先挑，就这个粉的吧，跟你的衣服颜色特别配。谢谢。哎，你们也吃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你要哪个？不知道，你选这个吧。哎呦，好朋友啊！代表我们好朋友啊！是。这个好。郭老师，郭老师，郭老师，哎，老大这儿，刚开始吃。我还是想再问你一下，你来我们公司到底有什么目的？
是不是在三亚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我是谁，所以故意当着把事情忘淡了？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你觉着我有什么目的？说吧，是哪一家公司派你过来的？给你多少钱？是你进了我的房间，上了我的床，主动进入我的生活的，对吗？你能小点声？我非常安静，这只是偶然。如果说只是偶然，那我为上一次的偶然向你道歉。这杯咖啡算我给你赔个不是。不好意思啊，我只喝红茶。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喝红茶。我喝什么关你什么事？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您看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你不过来吗？啊，不好意思啊。这边是我们刚到的新品，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这个好，这个好的。这个 OK， 好的。还有这个，这些都需要给您先包起来吗？这4个不要，其他的我全要了。包装包好一点，送人用的。嗯。这个，这个，这个。杰瑞，除了这3个之外，所有的包包起来。哎呀，这个男人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些惩罚，但也不能下死手。对不起，我话多了。没有密码，给我送到车上吧。好的。不好意思，我说一句话，谢谢啊。不好意思啊，冒昧的问一下，我可以加您一个微信吗？老郑，针对我们品牌的 VIP 客户呢，如果有新的款式到店的话，我会发照片到您微信上，让您看。要喜欢的话，可以来店里面看货。你说，他是半个上海滩男人都想娶回家的地产铁娘子刘胜男，真的假的？我刚试说看他咋那么眼熟呢，后来我百度了一下，就是他。看来我向小飞大运要到了。哎，来，加油！忙什么呢，郭老师？啊，我正在备课呢，要选一下公开课的课题。担心这个干嘛？你的课呀，学生都非常的有兴趣。其实历史研究本来就是枯燥乏味的，我想选择一个趣味十足的课题，但是又不缺乏历史研究意义。那你觉得古代的男女关系这个话题怎么样？古代的男女关系，男女关系以古论今，而且即便在现代社会，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热点话题啊。来一个大贯穿，好好的讲述一下古往今来在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
然后以历史为鉴。崔老师，哎，我真的得感谢你了，你真是一句话把我给点醒了。哎呀，谢谢你啊，帮我选了一个这么好的课题，年轻人一定非常感兴趣的。我现在就去图书馆。今天啊？哦，对了，今天周一图书馆封馆。嗯。没事，我去书店。那品格书店我陪你一起吧。啊，可以啊。对啊，你挪过去就行了。哎，那个咱们组这周的工作计划我已经发到群里了，按计划执行。我走了啊。哎，别呀，老大。怎么了？我听薛凯说了，他们 B 组李德带着他们所有人，从今天开始9点钟之后才能下班。啊，我们这儿你甩手就走了。咱们组照旧。下班。下班。下班。玉桂姐，你找我？杰森，这几天你怎么总是魂不守舍的？看出来了，就可不嘛，说好了3年的，3年又3年。你别跟我玩无间道啊！你明明就来了1年。我知道你一心就想当那个主菜厨师。今天我确实有个机会给你。真的？那我可以做牛排了？哦，并不能。去。你姐呀，入行快10年了，看人是看得特别准。总有一天，你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主菜厨师。但是我觉得你的天赋另有用武之地。什么呀？在我的规划下 ，Feel 餐厅应该是一个巨大规模的新型西餐厅，有我们专属的甜品部。你来当我们的主管怎么样？不怎么样。嗨 ，Yuki 姐，虽然这是个好消息，但是怎么说呢，我志不在此啊。您知道我的，我没什么大梦想，什么买房买车、开店发大财、当老板，我都没想过。我就是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像我师傅那种做牛排的大厨。那是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要的就是真刀真枪的实干。你让我整天跟那些软绵绵、甜腻的奶油啊、cheese 打交道，不适合我。你怎么就这么点出息呢？你看你昨天做那个闪电般的生日蛋糕做得多好，多有天赋。那我当卧底当那么久了，你再让我去当民警，我要回我就回专案组啊。行行，你再考虑考虑，一会儿告诉我。去忙吧。Yes, madam。郭老师，我又给你找了点书，你先看着。太感谢了，你要不要喝咖啡啊？我去买2杯。谢谢。啊。崔老师，看谁呢？哎，你怎么在这儿呀？我在这打工。哦，你是中文系的，所以这还蛮适合你的啊。不过太大材小用了。哪有啊？我白天呢在这儿打工，晚上呢就在健身房当教练，可自由了。别老说我了，谈恋爱了。说谁呢？就后面那个，就后面那个。我们学校的郭崇老师，你不认识啊？啊，他是郭老师啊？对呀。那我刚刚还真没认出来。啊，你跟郭老师谈恋爱了？我们俩这个还没呢。不是，就是我跟他是同事关系，就是稍微好那么一点点。是吗？同事关系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呢？我就觉得崔老师眼里的那份爱意都快流到黄浦江了。这个不恶心啊！我去买2杯咖啡，如果你要想喝的话呢，我可以帮你带1杯。
可不瞎说，不能瞎说。嗨，小哥哥。你有什么事吗？你在看什么呢？我最近也想看书，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该看些什么，要不你给我推荐推荐呗？你想看什么类型的呀？看那种有意思点的，别一看就想睡觉。这两本吧。国史16讲，万历15年。你在跟我开玩笑吧？这一看就想睡觉。现在的大部分作品啊，都是架空和虚构的。其实你看完了之后啊，你会感觉更加的无聊和空虚。而这两本书里边，富含了大量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轨迹。真是个书呆子。舒沐春啊，那本不适合你，那本太冷门了。知道了，谢谢小哥哥。这人怎么有点面熟啊？崔老师，咖啡，谢谢。哎，我跟你说，郭老师是个好男人。你怎么知道的？刚跟他聊了一会儿，通过我的观察发现，他挺可靠的。有没有瞎聊啊？怎么会？我嘴巴可紧。该说的不能说，知道吗？加油啊！冲！妈妈，你没事吧，小朋友？撞到你啦？妈妈，对不起啊。金哥。爸爸，妈妈。不哭了啊！是你很有着说。金刚最坚强了啊！不哭了。哎，你跟我到这儿来，你想对他做什么呀？不是我跟着你干嘛呀？我是来买东西的。小朋友，对不起啊，阿姨刚才不小心撞到你了。没关系，爸爸跟我说过，男孩子最坚强。你这样，等一下呢，你去玩具城，去选一个玩具，阿姨送给你，好不好？好。你是他爸爸，所以这是你儿子喽？你说呢？我今天下班去办公室找你了，我看你不在。你是想说我早退的事是吗？不是，今天那杯红茶是我不小心倒到你身上的，我是想跟你道歉。不需要了，走啊，金刚。爸爸，那个阿姨不是说要送我个文具吗？爸爸给你买10个。你说你参加甩卖电话啊？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行李放下就走，干嘛去了？我有工作呀。哎呀，工作嘛，那介于你没有跟我亲亲抱抱，你必须得补偿我。哎呀，行啦，讲故事吧，许大小姐，惊悚的故事哦。但现在听你这么一说，你真的遇到了一超级大色狼啊！现在还跟你同公司，我感觉这事大事不妙啊！你不会是遇到那种一直尾随你很久的那种超级大色狼？没准儿，而且他特别色。有多色？你怎么比我还关心啊？关键是长得帅吗？长得嘛，还算是个人样吧，而且还有点小才华，就是行业里面还算是个小人物。但我就是不喜欢他自以为是的样子。
能做出来这种闯入单身女子房间，把你全身看个遍，还同床共枕，还不承认、不负责、不道歉的男人，就是一个没有风度、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超级无敌大色狼。不是你这分贝能不能小点声？你生怕楼上楼下的都不知道啊？知道怕什么？人人都是主持。你再给我分析个事儿吧。这个人有个怪癖，就是他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喝红茶，为什么？3种情况吧。科学角度，对红茶素过敏；心理角度，有一段关于红茶的负面记忆。那第3种呢？人性角度，事儿妈。我亲爱的毒鸡汤博主啊，现在都这么知名了，那为什么你自己单身万年？许多，咱俩见面没几分钟吧，你开始按捺不住本性怼我啦。你好意思说我吗？你不是啊！哎，你干嘛去啊？打住！哎，等等我！你等我一下，你今天不好说清楚，别想睡觉。我告诉你，许多。哎，我今天把那杯红茶全泼他身上了，是不是很过分啊？有什么可过分的？你那么在意他呀？我在意他，开玩笑。那你不在意，你晚上聊他？我这事我还没跟你说完呢，我今天又看见他了。你们俩这巧合的有点太巧合了吧？和他儿子。什么？他有儿子了？6岁。我的天哪！一个已婚男跑去三亚浪浪，还非礼你这种未婚少女，真是个人间极品渣呀！我感觉吧，就是有点不太对。你感觉什么呀？你看到他老婆了吗？没。大周末的，一个人带着儿子逛，老婆也不在，再加上三亚的前科，这婚姻状况堪忧啊！哎呀，大晚上的聊他干嘛呀？你这不撩了一个有大儿子有妇之夫吗？行啊，许多，现在重口味呀！叶思倩，我让你知道什么叫重口味。啊！我要睡觉了。过来。想不想爸爸？爸爸。进我桌的那个漂亮姐姐到底是谁啊？哎呦，我这大儿子，你这眼睛是不是撞坏了？这分明是个大妈呀！我觉得还挺漂亮的。你还懂好看漂亮呢？那个，他是个售货员。一个售货员你怎么认识啊？那爸爸不是经常带你去那商场逛吗？就那么认识的呗。我不信，你肯定是在撒谎。你总把我当成小孩子，我已经7岁了好吗？不是2、3岁的小屁孩了。你17岁了，也是你爸的小屁孩，知不知道？哼，我才不是呢！我还知道那个漂亮姐姐和你道歉了，那你为什么不接受呢？老师说过，道歉完要勇敢大方的接受道歉，这样子大家就多是好朋友。你爸跟那大妈不可能会成为朋友，懂吗？我这2天休假的时候，你一个劲儿给我发微信，你是不是有点嫉妒啊？当然。等爸在休假的时候啊，我让你挑个地儿，爸带你去玩，行不行？好。哎，来，把书包打开，爸爸检查一下你的作业。哎，这跟你爸当年一模一样，啊，优秀如我呀。谁叫我是爸爸的好孩子啦？爸爸。既然作业写得这么好，能不能陪我玩会儿？可是爸爸有很多工作要忙呢，怎么办啊？你自己玩一会儿。哦。来吧，金刚，来吧，准备你的战斗，过来，来呀！哦哦中国。对不起。
我的宝贝儿子，你还真哭了呀？啊，别揉眼睛了啊！好了，爸爸给你开玩笑呢，啊，好吗？嗯。来，寇姐，哎，小飞你来了，坐，你来晚了啊，可得罚酒。按规矩，深海炸弹。哎呀，没事，不用的，扣扣姐。这是规矩啊。对，寇姐说的对，那个还是按规矩来，我罚酒3杯，靠谱。哦，这是什么喝法？枸杞配啤酒。扣扣姐，你这朋友啊，够养生了，嘎。靠谱啊！是不是特别靠谱？厉害！这还算静的了啊，算静的了。对，回头姐妹们啊，必须去小飞店里捧场。感谢捧场啊，感谢。我们小飞啊，就是好酒量。喂，哎，副经理，哎，你好。听说你今天销量不错，卖了1箱包。您知道这事儿了？对，是我承认，今儿销量还可以。我不是来表扬你的，刘总直接给我打电话，说你非常不专业。我不专业？不会错的，刘总加了你微信。我必须得提醒你，这次投诉来自我们星光商场的所有者。不是，喂。虽然这个电话五雷轰顶，但我依旧要笑对我的 party。它不是灯红酒绿、夜夜笙歌，而是我的商务谈判和工作会议。这些复杂的女人们只是我的工作客户，无论怎样，我必须要时刻微笑。我在这夜夜疯癫中找寻我的成功。集体早餐之前要做什么忘了吗？4大天王的1周测试啊！林哥，那我先来了啊。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今朝已过万重山。这是来自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可以。哎，厉害！到我了啊！我来一个数学题，难一点的。想想啊，10加10等于几？2。金叔叔，我这是在说你啊！我已经小学1年级了，不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了。10加10这种问题啊，不用再问我了。哎呦，你杰森叔叔只有这个智商。来，宝贝儿，这样，我给你拆这个啊，问你个问题，如果要答对了呢，给你弄个养乐多好，好不好？好，提问，2个女孩，一个温柔贤惠，一个美丽大方，你觉得你爸爸会挑哪个？哎，你小孩瞎问什么呢？不都说了吗？自由提问，哎，不管。那都不用问，我爸最后哪个都不会选。为什么呢？性格贤惠的看不上我爸，长得漂亮的那就被你抢走了。知我者你也。来。Love you。快了点儿！
还是跟小朋友出来玩开心，瞬间能放掉很多烦恼。这有什么呀？不就是接到个投诉吗？我才惨呢，那块牛肉遥遥无期的。杰森啊，你是想上而上不去，我呢，机会放在那儿，但解决的难于登天呀。哎，我说你仨这个算什么呀？顶多算个碰碰车，懂吗？我这个绝对是云霄飞车。你怎么了？我在三亚碰见那女的，她为了你追过来了？现在成了我们公司的运营官，我的顶头上司。你们知道我现在面临的是每天怎么过日子吗？啊？真的，恭喜你啊！真的好日子到头了啊！你这帮随意人。爸爸，咱们进来拍张照吧，今天好开心啊！来吧，来，你站这，你站这，来吧，来。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纵使内心慌的一批，却依然要笑对一切。哎，来了啊！金刚睡了，哎呦，玩累了哦，回家吃饭吧。哦，不了，我晚上还有工作。工作忙也要注意身体啊。哦，对了，我们老两口啊不缺钱，你不用每个月都给我们打钱呢啊。别这么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对了，下周啊，我再过来接金刚。好，好，我来抱孩子。来，起来了，宝贝儿。哎呦，睡的哟，小宝贝，来爷爷抱。哎呦，当烟头。哎呦，真是小懒猫啊，小懒猫。哎呀，好。那我走了。好，你路上慢点哈。哎。果然，以我浅薄的手相知识，你是事业型，事业顺畅，但是这个健康线隐隐约约有点模糊，你要注意身体啊。不过，你这手相跟我很合拍。对了，我一直没有机会想要问问你，你对童宇的那个项目有什么看法？我们说好了，今天不聊工作的吧？我说你说话怎么这么硬气呢？我终于知道了。知道什么了？我终于知道那个女人进入我们公司之后为什么可以那么嚣张。因为她跟姜胖子有私情。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自动驾驶项目。自动驾驶是我们智动科技的重中之重，所以我把重要的工作人员全都请过来了。现在会议开始。看来今天是一场恶战啊！大家请看屏幕，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自动驾驶投入与产出的数据图。从13个月前开始。研发投入项目以每个月5%的速度递增，但是产出却始终都是0。简单一点说，自动驾驶的研发在上半年就是亏损的重要原因。自动驾驶项目展望于未来，如果你用当下的收益去衡量，是不是有些太荒谬了？那我想问一下童工程师，您现在自动驾驶进行到哪一步了？多模态3D 点云 SLAM 算法已经初显成效，路径规划项目也在攻坚中。那你现在路径规划做到第几层了？第1层的端到端贪心算法拓扑路径规划，已经完成了初步构架。
那么第2层实施的毫秒级避障规划以及第3层的高速动态场景预测，你还没有开始喽？这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后需要时间。那么线控系统和环境感知这2个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我需要一步一步来。那也就是说，自动驾驶最核心的重点，也就是自动驾驶路径规划，您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对吗？所以，我们就算做最好的预期，以最短的时间内，我们实行了2、3阶段路径规划，却还没有进行自动驾驶核心环节机器人执行的程序线控系统和环境感知学习。那我想问一下，这整个自动驾驶项目，您究竟需要多长时间？不是，薛总，我怎么觉得你对我还有我们整个组的组员好像没有什么信心呢？但薛总，我必须要提醒你一点。如果说公司对我们没有信心，当初这个项目就不会开启。江总，对吗？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不信任整个自动驾驶项目，因为这是一个风险性极高的事情。所有的科技创新，它都具备风险性。想当年国家压力重重，如果不是冒风险去研究两弹，会有今天的和平吗？如果不是冒风险去研究太空卫星，会有今天的北斗？如果说咱们的制动科技想要站在国际的一线，这点风险都不敢冒吗？你说的太好了，所有的物件的发明靠的都是我们对某一个物件上的发明和创新，但是自动驾驶不一样，自动驾驶考验的是环境。别的先不谈了，北京、上海、广州这3大城市，他们道路的拥堵情况和交通的复杂性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好，假使自动驾驶我们研发成功，产品上路，道路上现在有自行车、机动车、行人，再加上你的自动驾驶产品混为一谈，你认为这有助于交通吗？这种复杂的环境，自动驾驶能在这里生存吗？我想问你，你懂技术吗？那是线控项目和环境感知。不用解释，也许你可以搞得懂技术，但是你搞不懂这一社会难题，就是交通。你怎么知道我不能？不是你不能，是没有人能。这需要整个社会的交通经济体系的全面发展，才会给予自动驾驶一个合适的环境。好了，我说2句吧。经过我和徐总的讨论，考虑到童总工对自动驾驶项目的付出和执着，我们决定再给 A 组一个机会。管理层会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1个月的时间内必须搞定自动驾驶3层的线路规划，否则项目暂停。当然了，我们现在更看好 B 组李德先生现在主抓的自动化物流项目，所以从今天开始，投入研发的费用比例将会重新调整一下。李德工程师所在的 B 组将加大研发费用，而自动驾驶项目只保留30%。既然你们都已经商议好了，还开什么会啊？我们可以民主投票。各位同事，觉得童总工的想法是正确的，同意保持原方向不变的，请举手。大家可以随意表态，我们只是就事论事。一共8个，很好。那么现在同意我的决定的，请举手。我就不计数了，结果一目了然。所以，童总工程师，这不是我对你的偏见，是全公司的员工对你的意见。1个月时间是吗？3成经费。对。好，我接受这个挑战。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每1分1秒对我同意而言都非常的重要。接下来的会议，抱歉啊，参加了。老大，我实话实说，你别生气啊。这1个月的时间，3成的研发经费，从技术角度上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既然话已经说了，
1个月之内必须要完成。就算我们的算法计划再完美，这时间、这经费，怎么可能将3层的路径设计全部照顾周全啊？不可能的。我还有个办法，你去找一下徐总，跟他好好说说，宽限一点时间，我想我们的胜算会更大。我了解你的脾气，你的性格，我也不想输啊，我也想赢啊。就算你为了我们全组，去找一下徐总，跟他说一句软话，好不好？铁三，店里的罗勒和迷迭香没有，赶紧去买点。光采购的老梁呢？他儿子结婚请假了。不是，我这蛋糕还没做完呢。你的蛋糕是在我煮菜之后的，让你去就去啊。不是啊，行。干的活话这么多。小伙子，老梁呢？请假了，要不然怎么让我来跑腿啊？小伙子，你这么说的不对了，你不是主厨吧？这都能看出来？那当然，我虽然不是厨子，但是我卖了厨子30多年的菜了。这香料是主菜添加、画龙点睛的关键。这么重要让你来啊，就是想让你知道这个过程。你不知道这个过程，以后怎么当主厨啊？石大厨还有这意思呢？那这么说，种子选手。这个画面怎么如此美丽？今生今世，但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话我是从哪儿看到的？今生今世，但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内心翻滚。喂，干嘛呢？小东！哎！小东！抓小东！别跑！抓小东！别跑！抓小东！抓小东！别跑！抓小东！手机哪里？对，这样子小妹妹，你的手机。谢谢哥哥。没事。哥哥，您是便衣警察吗？不是，我就是一名厨师而已。哦，我看您这么英勇，还以为，我叫小优，我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不用这么客气的，没关系。哎，我知道附近有家咖啡厅。走。小哥哥，你不忙吧？别耽误你的正事儿了。哦，不忙，没什么正事儿。跟你喝咖啡才是正事儿。啊？没有，跟你开个小玩笑的。我叫李杰森，你可以叫我杰森哥，或者小哥哥。小哥哥。啊，对了，你一大早上去菜市场，你不上班吗？因为网上说一个城市的菜市场是一个地方的味道，所以我初来乍到就想过来逛一下，只是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要不是碰到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嗨，听你这么说，你是刚来上海了？我大学刚毕业，我就想来上海找工作，今天才来第1天。嗨，你说你刚来上海，上海就给你留下这么一个不好的印象，其实这儿还是好人多的。哎，哥哥，您是厨师对吧？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大厨，或者是店长之类的吧？对，嗨，其实我就是普通的厨师，我没那么高的欲望。现在还有人没有欲望的吗？啊，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
人不能有太高的欲望，脚踏实地做好自己不就行了吗？我觉得哥哥以后一定是一个大厨。那是。哎，你刚来上海找到工作了吗？还没有。哎，那我可以推荐你一个工作啊。真的吗？什么呀？来我们西餐厅当服务员，你愿不愿意啊？服务员。哦，那可不是一般的服务员啊，在我们西餐厅那可是非常高档的意大利餐。你要在我们餐厅服务员做得好的话，那你去别的餐厅当个主管或者经理，那不是小菜一碟吗？也是个锻炼的机会啊。您的意思是说可以去您的餐厅吗？当然可以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谢谢哥哥。这个女孩看我的那一瞬间只有0.1秒，她的眼神中闪烁出那种崇拜之情，被我敏锐地捕捉到。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要脱单了。哎呀，这份儿你们收一下。Yuki 姐，我可听说了，最近您为了招几个优秀的服务生，给你愁的，那头发都白了几根儿，那哪行啊？我多心疼啊！我得替你分担分担才行。谁长白头发了？不行！哎，不是，这姐，我这什么都没说呢，怎么就不行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啊！刚认识个女孩，就想把她带来餐厅。这怎么知道的？这……哎，你说现在交友怎么还得帮着找工作呢？是我老家的一个妹妹，人特别好。不行，你先听我介绍完了再说吧。我这个妹妹人特别好，刚刚大学毕业，会说英语，长得漂亮，能言会道，很适合咱们餐厅的，真的。那她到底是你的妹妹呀，还是你交的朋友啊？妹妹啊。那绝对不行，沾亲带故绝对不合适。不是妹妹，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哎呀，什么交的朋友啊？姐都把我问懵了。那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就是我前几天认识的女孩，哎，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关系，真的。你交友就交友，你少跟我玩套路。你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了，在菜场英雄救美。这事儿怎么传那么快呀？谁告诉你的呀？菜场师傅说的，石大厨告诉我的。看在你没有让我们 feel 餐厅丢脸的份上，明天让他来面试吧。好嘞，谢谢 Yuki 姐。Yes。陈静。有事吗？有啊，但是我不是想跟你聊会议上的事儿，咱们从三亚谈起。童宇，我今天认真的跟你说，今天我在会议上所有的分歧以及决定，真的是因为公司长期的发展而考虑的，跟三亚的事情没有关系。自动驾驶项目是我们 A 所所有人的心血。你今天设定的时间还有资金，你找特斯拉还有 Google 他们的技术团队让他们过来做，他们能来吗？他们能做吗？他们做不到。你不是在为难我，你在干嘛呢？他们做不到，所以该结束了。但是我不是他们，你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技术。恐怕说你了解的只是怎么和老板谈情说爱吧。你跟踪我？机缘巧合而已。有些话不要乱讲，不然你会死得更惨。我好怕怕呀。还有，我比你想象的要了解的多得多。2010年，谷歌启用了自动驾驶项目，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总共损耗70多亿美元，连他们都承认，他们的技术积累不足以支撑自动驾驶的量产落地。第二，
在国际上，自动驾驶项目分为5个级别，我们算是哪一个级别啊？真正的第5级别，他们都已经承认，最好的预期是5年到10年。当然了，我不否认一点，就是你提出的 SLAM 模式的激光雷达项目，我觉得非常巧妙。你所提出的 SLAM 模式是1988年所提出的，已经非常成熟了。你利用车辆自带的 GPS 与 RMU 与高精地图相结合，再与 SLAM 云点图像做对比，的确定位准确。但是我要说的是，你随后的线控项目和环境感知简直难于登天，尤其是环境感知，你所启用的深度学习方式确实是属于前瞻性的设计，但是就算在5G 全部覆盖的情况下，它的准确率和误报率是一场灾难。请问这一些1年、2年、5年，你能创造奇迹吗？我之所以因为了解你，所以我想给你个体面的下课方式，我想让你知难而退，结束这一切。你是公司的领军人物，也是所有工程师眼中的榜样，我是给你面子。我现在希望你能够给公司面子，减少损耗，提高效益。减少损耗，提高效益。我看你眼里只有钱吧？我是很喜欢钱啊，但这是我的工作，不可以吗？这三亚的时候我已经看出来了。看来这2000块钱，你给的不是很愉快呀。无所谓，我非常痛苦。我记得曾经有一人跟我说过，在生意场上，有感情的人往往不会成功，只有那些冷血的贪婪者才会成功。因为你们的眼里没有未来，只有现实。还有事儿吗？我和江总要去开一个董事会议了，你自便吧。还有，以后不要说我不懂技术。我看你眼里只有钱吧？不好意思啊，这是赔偿你们酒店的损失，实在不好意思。没事。你说，那个事儿你能不能当成不知道啊？什么事儿啊？我家庭的事情。我不是一个多嘴的人，但是自己有儿子，还在公司里面装单身，你还真是有兴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你别上，别上！哎，你注意跑动啊！这边，我说我给你发微信，怎么都不回了？气死我了！李杰森，我告诉你啊，这局要没你保赢。你拉倒吧，自己在那儿浪，我救你多少次了？跟着点儿，你推塔呀！不是你们跟你们小学生打有什么意思？你哥们出了一个大事，我告诉你们，你赶紧推塔呀！你推着呢，推着。我跟我们公司那女魔头彻底撕了。您的水晶正在遭受攻击。撕！这种人就是该撕破脸皮，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拽你家一道。
只拽到袋子，没碰到别的？你想什么呢？当然没有。哪个混蛋？又没赚你那一单，你那么激动干嘛？咱俩是不是弄反了？生气的应该是你吧？我跟他生气啊？哼，那我一天什么事儿也不用干了。哎，我说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呀？是不是给你拽舒服了？岳子倩呀，你真的是。我跟你说啊，这个人他自己有儿子，他在我们公司，你知道登记的什么吗？婚姻状况，单身。我跟你说，这种人渣绝不能惯着。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没事。哎，我怎么听着像是打情骂俏的故事呢？打你妹！哎，你们快看，咱们在三亚的事儿被人爆出来了。这谁啊？著名的情感博主啊，今夜解不约，你看看，你看看。他怎么可能会知道我的事儿啊？那谁知道呢？哎呦，这评论追的还挺快啊，3000多条了。哎，我看这评论还有说要开始人肉了。爱怎么肉怎么肉，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谁啊107吗？找错了，在楼上。还说不怕呢，吓成什么样？去你！他怎么可能是这样？我不相信。不，我也不相信啊。但是你看，这不约姐的微博发的信息，都说得很清楚嘛。上个礼拜，三亚总工程师，除了那个已婚不明显，那其他什么不是在说咱们老大啊？我反正不信。哎，看这句啊，色胆包天，在公司里公开骚扰，这不就说的那是？哎，我说呢，这徐总和咱老大一直不对付，这根儿啊就出在这儿呢。对呀，三亚就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应该是。重点是，你说他俩谁睡的谁呀？这个不好说，咱们老大可不是这么主动的人。啊，对，我觉得呀，可能是徐总啊，他先主动的，咱们老大就顺其自然呗，对吧？这样搞完了之后，这徐总就受伤了。女人啊，受伤之后是最可怕的动物，万年流血不死的，是不是？我看你们想象力挺丰富啊。敲代码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有这么多想法？我们就随便聊聊。咱们 A 组的7个组员，7龙珠组合，我都把你们当兄弟，所以我希望跟你们坦诚相待。刚才你们在微博上看到那个东西是真的，一部分啊。但是现在开始，不管他怎么想，这场仗，我们是不是应该不会认输？这场战斗，你们愿意站在我的身边吗？愿意。好，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不能迟到早退，还有任何的动摇，因为现在开始，这里，它不是公司，而是一个战场。这段话说的可真精彩。你说的话也是我想说的话。你的微博更精彩。什么微博？演技派。工作了啊。说我微博更精彩，他什么意思啊？
多多。倩倩，微博删掉。啊？为什么呀？你知不知道现在评论和转发都过万了？所有人都在猜这个人间极品渣是谁。倩倩，我跟你讲啊，这只是我们工作上的就事论事儿。再说那些事儿，都不应该再提了呀。那怎么行呢？我现在突然删掉，算怎么回事儿啊？我不和我的粉丝交代啊，我不要面子的。可是这是我的事吗？这个事儿呢，你放心，是我的个人行为，和你也没关系啊。再说我也没指名道姓，对不对？我呢，只是想抒发一下对这种男人的憎恶，顺便给他施施压。你这菩萨心肠，就给我收一收，老娘替你伸张正义，听到没？不说了啊，拜拜拜拜。哎，就这个颜色不错啊，很合适，看一看。店长，不好意思，能说两句话？店长，刚刚有个顾客跳来跳去，也不知道要什么，动不动还蹦几句法语，我实在搞不定了。法语啊？那您觉得这款呢？我不想要这么浪漫的，我想要更经典一点的。Classic bon。想不到郭老二的前女友风云，让我也撞上了。小飞。Yuki 姐，小优怎么样？哎，小优很优秀，面试通过了，太好了。我跟你讲啊，你那见义勇为的劲儿啊，多多用在工作上，知道了吗？Yes, madam。我会寻眼神。浪漫气氛，加油！你秀发清香，撩动我心房。来，你未婚夫怎么这么快走了？没坐下来喝一杯？他回公司了，每次陪我逛街，他都找借口走。你们男生是不是都这样啊？没有耐心。说是没有耐心，但反过来说，事业心挺强的，对吧？我觉得挺好的。哦，对了，我这么突然间把你约出来，会不会影响你工作呀？不会，店里有人看着，我是店长，又没人管我。没想到，以前那么调皮捣蛋的你，现在怎么了？现在有点事儿。哎呀，没有，这想想差不多得有10几年了吧？哎呀，所有事都在变化中，都会变的，对吧？来，你要有什么事的话，咱们俩都这么熟了，你直接跟我说吧。小飞，嗯，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你还单纯吗？单着呀，我这不一直单着吗？再说这么长时间我也习惯了，我喜欢一个人待着。那个，我过得挺好的，你呢？过得怎么样？我呀，就那样呗。大学毕业之后就找了一个互联网的工作，然后家里人介绍认识了他，觉得各方面条件也还可以，这不就快要准备结婚了。挺好，挺好。小飞，嗯，其实我觉得吧，这时候让我遇见你，
一定是上天的安排。所以，我特别想问你一句话。那个行。我结婚你能送我个包吗？啊？就当是随份子了。啊，可以。5号台牛排。小优，有什么不懂记得问我啊。哎呦呦，断稳了啊，小心点。小优，累不累啊？工作还习惯吗？挺好的。啊，那就好。不过刚才 Yuki 姐跟我说，让我工作的时候专心一点。跟你保持点距离。啊？不过下班我就自由了。你这几天有空吗？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好啊。好。我吃的差不多了，那我先去忙了。啊，你去吧。宋代的朱熹理学出现以后，女性的地位开始下降，男女之间的感情也逐渐开始受到压抑。例如朱子说：“存天理，灭人欲。”其实人类的欲望又怎么能够被消除呢？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啊？但是受到时代压抑恋爱中的人，一年可能只见1次面，而且就在元宵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其实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一年就只谈1次恋爱，悲剧吗？这位同学，我想请问一下郭老师，您刚刚讲述的古代男女关系，要是放在现在来看的话，又会有什么现实意义呢？相比之下，现在的男女追求感情更自由一些。今天你爱我，明天我爱你，如同儿戏一样。木心有一首诗叫《从前慢》，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听到过。车马很慢的日子里，一生只能爱一个人。但是现在，爱情好像变成了快餐。你喜欢我，我也可以喜欢别人。对，这就是现代的男女关系。我再给大家讲一下一对清朝的男女佳人。真没想到你会来啊！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的公开课，实在不好意思啊，影响你了吧？没关系，已经下课了。
我给你发了电子邀请函，我看你没回应，所以我就想着过来一趟。一呢，是来看看你；二呢，我还是希望你那天会来。你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人，所以我想，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也由你来见证。可我们当初的约定是一起经历，不是见证啊。不好意思啊，我这人不太会说话。其实我的意思是，知道你要结婚了，我真的很高兴。你放心吧，我会去的。你赶紧回去吧，到时候见。再见。再见。谁发信息呢？这么开心啊！小飞，我这是群里跟人斗图呢。哎，你不是那个表情特别多吗？我这个场，哎，发点动图啊！斗图你算是碰上祖师爷了，等着啊！哎 ，OK， 好了，来喝酒。哎。 就这10个动图就够你们玩一阵了。哪有10个？这不9个吗？10个吗？9个呀。我发了10个呀。怎么了，小飞？没事。只有在这里，你才会感觉到平静。现在你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困境，有人想要夺走你最真实的东西。你不会让这一切发生的，而你也在看着我，对吗？